叶灵犀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！晴儿待你如亲姐妹，你竟然对她下毒！妹妹中毒于我，不管。闭嘴！人赃并获，你还狡辩！这瓶中的断麦散阴毒无比，叶家上下除了你这个从乡下回来的野丫头，谁会有？大哥，你别怪姐姐，姐姐不是故意，姐姐她一定不是故意。可是分明是你给我的！姐姐，你身体虚弱，这是凝神丹，有助于你恢复。瓶上还刻了你的名字，你贴身收好，千万别弄丢了。姐姐，我不怪你，你怎么还能诬陷我？好了，既然是块不知悔改的顽石，便不必再与他多费唇舌。你想干什么？晴儿灵体受损，你的天生凤骨正好可以拿来为他重塑根基。父亲，不要！就算我灵根废了，以后不能修仙，也不想姐姐有事。晴儿，你总是如此善良，可这逆家主，不好了！古族大阵遭到袭击，几位长老快顶不住了，请家主和各位速去支援。也罢，我们先去迎敌。晴儿，你身体虚弱，留在此处休息，切莫靠近这孽女。等父亲来取，太慢了。姐姐，你的凤骨会一刻也等不及。是你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诡计。若有来世，我定要你们这群虚伪至极的人血债血偿！叶家祠堂，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孽女，还敢分神！父亲，您别动怒，姐姐刚回来，看到我们都能修炼，心里不好受才。晴儿，你不用替她说话，我看她就是嫉妒你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只是想看看千年雪深，不是故意的。你快向父亲认个错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灵犀，你看，晴儿到现在还在维护你，你竟然会因为嫉妒毁了她灵药。这是10年前我刚被接回叶家的时候，当时就是叶晴贪功冒进，导致灵药被毁，却栽赃给我，所以我这是重生了。父亲，千年血身被毁，事关重大，家规当罚。孽障，谁让你起来的？给我跪下！我没错，为什么要跪？叶灵犀，在列祖列宗面前，你还敢嘴硬？嘴硬？你不如问问你的好妹妹，这血身究竟是怎么枯萎的？够了，灵犀，别再血口喷人了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跪下！噬魂钉，上一世我就是被叶天虹亲手打入多枚噬魂钉，才神魂根基尽毁，从此断绝仙途，只能作为一个单修苟延残喘。不行，我不能倒下。我没错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毁了灵药，证据在何处？就凭这个玉佩，还是叶琴的几句话？不行，绝不能让大哥产生动摇。父亲，都是晴儿的错，是晴儿没用，保不住灵药，您别再怪姐姐了。姐姐，你别生气，往后家族的修炼资源我全都给你，好不好？只要你向父亲认错就好。叶灵犀，你听到了吗？晴儿处处为你着想，你却还在污蔑她。叶灵犀，我警告你，我叶紫渊只有晴儿这一个妹妹，谁敢让她受委屈，谁就是我的敌人。灵犀，不要闹了，现在跪下来向晴儿磕头认错，此事便了了。我刚回叶家不过月余，连路都未走熟，却能精准的去叶琴房间毁掉这千年血身，你们信吗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孽障，还在狡辩！如果你不向晴儿道歉，就立刻给我滚出叶家！从今往后，你与我叶家再无半点瓜葛！
正有此意。疯了！你要做什么？主动断绝血脉亲缘，必遭天道反噬。我心甘情愿。叶氏不孝女灵犀，自今日起自请出族，与凌云叶家恩断义绝，从此生死再不相干。太好了，只要叶灵犀离开，叶家大小姐的位子就彻彻底底是我一个人的了。逆女，你居然不顾天道反噬，也要写下这大逆不道的断亲书！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都是晴儿不好，你千万别冲动，惹父亲母亲伤心啊！叶灵犀，你敢推晴儿？晴儿，你有没有伤到哪里？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晴儿好心留你，你已经对他动手。早知你如此恶毒，当初就不该把你接回来。你们当真以为我不知道叶家找我回来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住口！叶宗主慌什么？当年为了隐瞒血脉流落在外的事实，你们连夜找来叶晴当做替身。这10年，你们找过我一回吗？如今重新找回我，也只是为了用我压制叶晴的灵体暴动，不是吗？你们只是需要一个叶家名头的孩子，什么时候真的在意过我？你胡说八道！我有没有胡说？母亲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叶灵犀，事到如今，你不仅不知悔改，还出言忤逆父母。今日我便带刑家法，让你好好反省。你如此冥顽不灵，既然你留着这身修为也是祸害，今日我便亲自废了你这逆女的神魂！哼！你疯了！快松手！叶灵犀，你放肆！父亲，不要怪姐姐，是晴儿自己没躲开，姐姐心里有怨气，打我是应该的。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！晴儿处处维护你，你竟敢对她下如此毒手！叶灵犀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没想到你这般心如蛇蝎。心如蛇蝎。你的手臂怎么会？母亲很惊讶吗？您难道忘了，为了压制叶晴体内暴动的灵体，是你们逼我取血炼丹？究竟是谁心如蛇蝎？同样是女儿，你的眼里永远只有叶晴，我哪怕把全身的血都放干，在你们眼里也比不上叶晴掉的一滴眼泪吧。不行，绝不能让他们对叶灵犀产生愧疚。别说了，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抢走了原本属于你的一切，我这就离开叶家，永远都不回来了。晴儿，不许胡说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谁也赶不走你。叶灵犀，晴儿都因为你要离家出走了，你非要逼死她才甘心吗？灵犀，你虽然付出了鲜血，但晴儿也已经退让，你就不要再闹了。叶宗主，既然叶家容不下我，那就请签下断亲书，从此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好，好，既然你一意孤行，那我成全你。感谢叶宗主成全，我在叶家的花费你们记得算清，我会一一还清。母亲，都怪晴儿，如果不是我，姐姐也不会赌气签下断亲书。姐姐生性孤傲，一个人在外遇到危险可怎么办？晴儿，你太善良了，是她自己非要离开，就算死在外面，也是咎由自取。是啊，晴儿别哭了。既然叶灵犀冥顽不灵，就不配再做我叶家人。以后，大哥只护着你。叶灵犀，你终于走了。从今往后，叶家的资源和宠爱都是我一个人的了。可是，姐姐走时还说要算清花销，
父亲，要不就算了吧，就当是晴儿替姐姐还了。替他还？他敢在祖宗面前大放厥词，那就成全他。李管家，家主，去把叶灵犀的开销用度都给我一笔笔算清楚，我倒要看看这逆女拿什么来还我叶家的生养之恩。背着这笔巨债，又没有家族庇护，叶灵犀，我看你要怎么活下去。这凝元丹虽是我用叶家废材炼制，但经过提纯，已经脱胎换骨，既能解我当下困厄，又不至于过分招摇引来觊觎，正适合出手。去，也不看这什么地界，青云的门槛儿是你这种穷酸散修能踩的吗？没听见顾掌柜的话吗？滚出去！我是来寄售丹药的。寄售丹药？就凭你？我们青云拍卖行最次也要中品丹药才配入库，拿些不入流的丹药来消遣本掌柜，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快滚！别逼老子动手！青云拍卖行的眼力若只有这般程度，确实不配接我的生意。告辞。这纯度，怎么可能？贵客，留步！是小的有眼无珠，冲撞了贵客。现在我有资格进门了。是，贵客，快里面请。诸位贵宾，今日的压轴之宝10成纯度凝元丹，底价500下品灵石，竞拍开始。什么？这可是炼气期的极品辅助，我出600也想买极品灵丹，做梦！我出800。这淬火的手法，分明是我叶家不传之秘，可叶家从未对外售卖过此等丹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认出来了吗？很好，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3000下品灵石，这丹药老子势在必得，谁在跟我抢？且慢！这丹药带有我凌云叶家的独有印记，分明是失窃的赃物。青云拍卖行若不交出寄售之人，我叶家绝不罢休。哦，凌云叶家，好大的威风啊！这气息我的神识竟然穿不透，若真是哪位隐士大能，我贸然得罪，只怕会给家族招来灭顶之灾。前辈息怒，实在此丹炼制手法确实与我叶家同源，不知区皮毛也配论同源？叶管事，拍卖行的规矩不问出处，价高者得。你若拿不出证据，这样公然破坏规则，怕是不妥吧？既然如此，那这枚凝元丹就以3000下品灵石成交。贵客，扣除手续费，这是剩下的灵石，您请过目。有了这些，足够买药材修复经脉了。叶家，回去慢慢采集吧，这才刚刚开始。这500灵石正好可以换炉和炭，前世用破罐残炉，不仅难炼出极品，更是十分损耗神识。这一世，我要从头夯实根基，重塑灵根。而这些，只是我复仇的入场券。叶家，这一切，我要你们1000倍偿还。晴儿忍着点儿，这是你大哥特意搜寻来的化瘀膏，涂上就不会留疤了。晴儿，你就是太善良，当时怎么不躲开呢？哥哥，别怪姐姐，是我占了她的名分，只要姐姐能消气，晴儿受点伤也值了。顺气，她也配？离了叶家，怕是连城郊的破庙都住不起。我敢打赌，不出3日，她必定会灰头土脸的滚回来，哭求父亲原谅她。就算他回来，也得先跪满3个时辰，还要先还清之前欠叶家的灵石，1分都不能少。母亲，万万不可！若算得太狠，姐姐恐怕一辈子都还不上了。要不象征性算一下就行了吧？不行，他不是很有骨气吗？那就让他看清楚，他所谓的骨气值几块灵石。家主，账房已经算好了。念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念出来，我倒要听听。这个逆女到底欠了叶家多少？家主，老奴带人彻查了账房、丹药房和库房，核对了灵犀小姐在叶家所有的记录。但废话少说，
那些极品灵草绸缎利钱加在一起到底有多少？家主，核算结果，其丹药、灵石损耗、锦缎服饰等记录均为0。0？怎么可能是0？李叔，你是不是算错了账？他一个废物，离了叶家的丹药灵石，凭什么活下去？二小姐明鉴，老奴不敢有半句虚言啊！所有的记录，老奴带着人核对了3遍，每一笔都是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的。好一个白纸黑字！我看是你这老奴暗中做了手脚，与那逆女里应外合，来欺瞒我。账目上没有，不代表他没拿，或许是他私下偷窃，绕开了账房的记录。没错，肯定是他偷的。李管家，你平日里是怎么看管库房的？府中出了如此硕鼠，你难辞其咎。家主夫人，冤枉啊！库房大阵从未有过被触动的痕迹，丹药房的禁制也完好无损。老奴敢以性命担保啊！夫人，老奴想起来了，1月前灵犀小姐刚回府，秦小姐心中不安，哭着要离开叶家。您为了安抚秦小姐，特意嘱咐先让灵犀小姐学好规矩后再提供用度。我说过这话吗？母亲，都是我的错。晴儿，不是你的错。灵犀虽然没有领用丹药和灵石，但我们叶家的修炼府地，她总是能用的呀。是啊，尤其是后山的聚灵洞天，灵气浓郁，对淬炼根骨大有不易。姐姐能在那里修炼，也算是享受到了叶家的福分。对啊，聚灵洞天那可是叶家最重要的修炼资源，他用了洞天，就是欠了我叶家天大的恩情。说的没错，我们是断了他那些身外之物，可在修炼上可从未亏待过他。李管家，这等重要的资源损耗，你怎么不上报？还不快说，那逆女1个月究竟霸占了聚灵洞天多少个时辰？回家主夫人，老奴也查了，但聚灵洞天的阵法记录显示，叶灵犀小姐自回府第2天起，就再未踏入过家族任何一处洞天半步。不可能！聚灵洞天的阵法乃是先祖亲手布下，记录绝不可能出错。我来亲自查探。夫君，怎么样？是不是阵法记录出了纰漏？那逆女究竟在洞天里耗费了多少灵气？没有，父亲，没有什么。洞天之内，灵气充裕，阵法完好。可是，那白玉高台之上只悬浮着4个灵玉蒲团，根本没有属于灵犀的第5座蒲团。我想起来了，是我，叶灵犀的蒲团，是我叫人撤走的。我刚去后山采了几枚紫云果，书上说这果子虽然品阶不高，但对温养经脉极好，大家快尝尝。晴儿，我的晴儿，你怎么了？别慌！这只是一般的紫云果，我真的只是想给妹妹温养经脉。闭嘴！你这个恶毒的野丫头，你不知道晴儿灵体特殊，根本受不住这种低阶灵果的浊气吗？你想害死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没有害她。你还敢狡辩？现在就给我滚出聚灵洞天！从今往后，你不许再踏入这里。那天，晴儿突然难受，我当时只是气急了才，但是我哪知道她那么蠢，不知道自己回来。整整1个月，我们日日去洞天修炼，居然没发现洞天中少了一个人。这就是灵犀在叶家的生活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那灵犀是靠什么修炼的？家主，不仅是洞天，灵犀小姐回府这1个月，甚至连最低等的灵气丹都未曾去丹房领过。不可能！她在练气情，没有丹药辅助，那她……叶灵犀，你鬼鬼祟祟在干什么？大哥，我只是在吸收废渣里的灵力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只是求成心切，可这药渣毕竟伤身呀。
更何况传出去，外人还不知道怎么议论咱们家呢。身为叶家大小姐，竟躲在角落里吸食废弃药渣，简直把叶家的脸都丢尽了。这都是没人要的废渣，我没丹药，只能用这个。这种下作行径，我叶家绝不容忍。李管家，传令下去，禁止叶灵犀踏入药园半步，违者家法处置。所以，灵犀是真的没有资源可用，才只能靠废渣修炼。大哥别自责，你掌管家族事务那么忙，难免会有些疏忽姐姐。再说姐姐怎么会缺资源呢？我之前还听下人议论，说姐姐好像还偷拿了库房贵重丹药呢。我就知道叶灵犀她怎么可能忍受得了没有资源，原来是背地里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。别说了，灵犀她也是叶家的女儿，就算拿了家里的东西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我们去把她找回来吧。母亲放心，我记得灵犀刚回府时，曾在灵丹阁挂了个差事，现在她身无分文，肯定会去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灵丹阁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立刻将叶灵犀从灵丹阁赶出去。阿元，虚位撤火，清风、正位加霜寒木。灵犀姐，这火候越来越猛烈了，快压不住了。凝神，成败在此一举，最后收丹诀。随我起，稳住了。阵法框架终于成了，真憋屈。这聚火凝元阵是灵犀姐你一手改良出来的，眼看要收尾，凭什么赶您走？就是，听说还要让秦小姐来接手，这不是明抢功劳吗？在叶家，可不都要听那位叶小姐的？太过分了！就因为她是叶家的小姐，就能硬生生把你的心血夺走？灵犀姐，你真的要走了？这破差事我不干了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对，我也不伺候了，心领了。但我现在自身难保，给不了你们安稳，留在这里至少有阁里的资源支撑。可是，灵犀姐，10年后，修仙界的丹道和阵法将迎来一次翻天覆地的革新，叶家引以为傲的一切都会被淘汰。这一时，我要利用先知彻底碾压叶家。听我的，留下来好好精进炼丹术。哪天若灵丹阁容不下你们了，再来找我。好，那灵犀姐，您保重。哟，搁这依依不舍的演什么呢？叶灵犀，你这么舍不得走啊？叶管事，这阵法刚成，灵犀姐正在教我们收尾。哼，收尾？一个被赶出去的人也配指手画脚？叶灵犀，现在立刻收拾东西，滚出灵丹阁！叶管事，你不能这么过河拆桥。这1个月，灵犀姐没日没夜的守在丹炉前，这聚火凝元阵全是她一个人的心血。就是，眼看阵法就要收尾，大功告成了，你们现在把她赶走，这是明抢。灵丹阁就不怕传出去让人笑话吗？笑话？我看你们2个才是笑话。这阵法是灵丹阁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怎么就成他一个人的功劳了？再说了，这灵丹阁姓叶，秦小姐吩咐了，这阵法的收尾由她亲自接手。叶家的话就是规矩，谁敢有异议？秦小姐怕是连炼丹房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她凭什么接手？叶管事，你这是在拿整个灵丹阁的安危开玩笑？放肆！主家小姐也是你们能编排的。秦小姐天纵奇才，难道还不如一个被赶出去的废物？你们要是再敢多说一句废话，今天就跟她一起滚出去！不仅如此，我还要让整个凌云城都没人敢收留你们！叶管事好大的威风！既然叶家这么迫不及待地来坐享其成，那便拿去好了。只不过这聚火凝元阵虽然好用，却十分暴躁，到时候阵法反噬，怕是你们叶家没命消受。少在这儿危言耸听，叶家底蕴深厚，还没什么阵法是秦小姐驾驭不了的，你不过是嫉妒她罢了。叶秦，你既然想要这阵法的名气，就最好能顶得住反噬。我留给你的这份大礼，绝对让你终生难忘。嫉妒？那叶管事，我们就来日方长。灵犀姐，你真的就这么走了？记住我的话，静观其变。哼，还不快滚！难不成还要我请你出去？叶管事，家主和夫人的灵兽车到阁外了。家主，您今日大驾光临，灵丹阁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我来看看聚火凝元阵的进度，阁内一切可还顺利？
回禀家主，一切都尽在掌握。多亏了秦小姐之前的悉心提点，这阵法框架总算稳住了。评书过奖了，晴儿只是尽力而为，若能为父亲分忧，这点累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这孩子太懂事了。家主，小人日前在青云拍卖会偶然见到了一颗纯度极高的凝元丹，其炼制手法竟与叶家……这种琐事你自己去查。我现在只想知道，聚火凝元阵能否如期完成。家主放心，阵法已经构建完成，就差最后的灵力灌注和收尾，绝不会耽误。灵犀姐，你这一走，我们以后找谁请教去？是啊，您把最难的布阵都干完了，现在叶管事却赶你走，这不公平。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我本也打算离开了，不必为我多言。灵犀，你果然在这里，你还好吗？灵犀，别闹脾气了，我们来接你回去了。不好意思，请你们让开。站住！你真当这灵丹阁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？哼！叶灵犀，你都已经被逐出灵丹阁了，怎么还在这里？家主息怒，这丫头因为丹道天赋太差，整天在阁里浪费药材，小人正要赶她走呢，没想到冲撞了各位贵人。你说什么？谁给你的胆子赶他走？夫人有所不知，这丫头炼丹时笨手笨脚，还带坏了阁里的风气。小人也是为了叶家的产业着想啊！你不能赶走他，他是……如果此时公开灵犀的身份，那晴儿该怎么办？夫人，您认识他？他是府内管家的远亲。灵犀姐竟然认识叶夫人，既然有这层关系，那灵犀姐是不是不用走了？太好了！管家亲戚，果然就不该对叶家人有什么期待。评书，你怎么能这样？灵犀姐姐就算真的没有天赋，咱们叶家也不差这一口饭呀。是小人糊涂，可这丫头确实天赋平庸，留在这实在是耽误阁里的进度啊！果然是废物，离了叶家的施舍，怕是连路边的野狗都不如。够了，灵犀，之前血生的事情，我们的确处理的有些偏颇。你现在向晴儿认个错，我便准你回府。我何错之有？更何况我说过，我和凌云叶家再无瓜葛。叶灵犀，你太放肆了！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跟我们回去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灵犀，别再固执了，回家吧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对你。姐姐，你就听父亲母亲一句劝吧。你一个人在外面，我们都会担心的。担心？我担心他离了叶家，还能不能吃上一口热饭？叶灵犀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就是个依靠家族的吸血虫。紫渊，灵犀，别闹了，你只要认个错，这件事就此了结了。道歉？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我低头，所有的是非对错就都能一笔勾销了？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我叶灵犀永世不忘。叶灵犀，你不要太过分！过分？这一切不都是你们逼我的吗？对了，你们算清楚我在叶家的花销了吗？
我猜是0吧，毕竟你们可什么都没给过我。灵犀，不过我好歹也在叶家住了几天。这么多灵石，这些够不够还你们的恩情？从此我们两不相欠，不要再来烦我。就让我看看，没了我这个只会吸血的废物，你们叶家会不会变得更好？孽障，真是个孽障！家主息怒，为这种不懂感恩的白眼狼动气，不值得。他也不想想，若不是叶家收留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家主您放心，这灵丹阁没了他，不是还有秦小姐吗？有秦小姐在，聚火凝元阵必定能顺利完成。父亲，您别生气了，姐姐她只是一时糊涂，气消了就会回来的。哼，回来？我叶家容不下这等反骨之徒。叶平，传我的话出去，凌云城内任何丹阁药方都不许收留叶灵犀，谁敢雇佣他，就是与我凌云叶家为敌。父亲，此举是否太过了一些？他毕竟……大哥，你怎么还帮着那个外人说话？他把母亲气成这样，就该给他点教训，让他知道天高地厚。晴儿，从今日起，灵丹阁和聚火凝元阵就全权交给你了，务必要做出成绩。我要让那个孽障看看，离了他，我叶家只会更好。是，父亲，晴儿定不负您的期望。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起来。叶灵犀，如今你彻底被父亲厌弃，还被全城封杀，我看你这次要怎么活下去？从今往后，叶家小姐的位置，灵丹阁的功劳，全是我一个人的。晴儿，你在做什么？大哥，你怎么走路没声啊？吓死晴儿了。我敲了半天门，你都没应。大半夜的，你在屋里折腾什么？没什么，刚才在试新衣服。大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休息？是不是还在为姐姐的事烦心啊？母亲心情不佳，父亲也闷头坐着，我担心你也……都是晴儿不好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姐姐也不会跟家里闹得这么僵。别胡思乱想，那不是你的错。走吧，去看看母亲，她此时正需要人陪。好好一个家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行了，哭哭啼啼能解决什么问题？那孽障既然想走，就让他死在外面好了。母亲别哭了，气坏了身子，姐姐在外面也会不安的。哼，她会不安？你看她扔零食的时候多威风啊！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。她在府里1个月，分文未领，那些零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那还用想？之前晴儿不就说下人议论她手脚不干净吗？定是偷了家中的丹药拿去变卖。库房禁制都未动过，她怎么偷得出来？肯定是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法术。走，去搜她的房间。我就不信那窝里没藏着赃物。那个父亲，叶灵犀她平时住哪个院子来着？你带路去灵犀小姐的房间。喂，你是不是带错路了？我们要去叶灵犀的房间，你带我们来杂物室干嘛？二小姐，灵犀小姐从回府那天起，就一直住在这里。灵犀，她回府后一直住这儿，怎么会这样？李管家，去密库里取玄清甲和流云剑。灵犀在外受苦多年，这些法器给她防身用。洞府的事你也安排一下。
父亲，你要给叶灵犀法器，就她那点微末修为，拿得动吗？还要让她住进核心洞府，您就不怕她身上的浊气污染了咱们家的灵脉？渊姐姐别说了，父亲，晴儿这就去收拾房间，还有法器也，毕竟本就是我占了姐姐的位置。晴儿，别胡说，这都是属于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父亲，子渊说的对，灵犀根基太浅，现在给她高阶法器，她驾驭不了，反而容易遭到灵力反噬。不如先找个普通地方让她住下，等她学会了咱们叶家的功法，再议其他。罢了，李管家，随便找个地方让她先住着，法器的事你压后再说。没想到姐姐一直住在这种地方。不过姐姐以前在外面散漫惯了，又没受过什么礼教，想必这些简陋的环境反倒让她觉得自在，不必被规矩束缚。晴儿，你刚说灵犀什么？我只是说姐姐她性格豪爽，应当……晴儿，她怎么会说出这么刻薄的话？还是说那些温柔的模样是她刻意演给我们看的？大哥，你这般瞪着晴儿做什么？她不过是心疼父亲，一时情急才说错了话。不怪大哥，是我嘴笨，我只是想着姐姐常说乡下好，想安慰父亲，没想到……够了，这屋子确实简陋了些，想必是底下人办事不力。等灵犀回来，我自会开启秘库，补偿他一件家族最好的护身法器。这是灵犀自己画的。晴儿，这是我托人寻来的流云裳，能抵挡筑基初期全力一击，穿上试试。大哥，这法衣上的术法与我的功法相冲，穿在身上反倒阻碍灵力运行。是大哥疏忽了，那就不要了，下次给你寻个更好的。叶灵犀，看看你这副穷酸样，哪有一点叶家女儿的影子？回来1个月了，修为半点没进，简直丢尽了叶家的脸。这衣服晴儿用不上，给你了，拿去好好修炼，别整天穿得像个叫花子，在府里碍眼。谢大哥。没想到晴儿不要的衣服，却被灵犀当成了宝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看啊，除了羞辱和责骂，我们到底给过她什么？这种地方，真的还配称作她的家吗？够了，大哥，你可别被他骗了。他要是真觉得委屈，当初为什么不说，非要在那装模作样？我看他就是诚心的，故意留着这些破烂让我们愧疚。你们别忘了，千年血身的事还没查清楚呢。子渊，别说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凭什么不说？我就不信他手里那些灵石是凭空变出来的。我就说藏着证据，肯定是偷来的赃款。什么啊？怎么是枚护身符？粗制滥造的，简直是垃圾！大哥，生辰快乐！我没有灵石买那些贵重的礼物，就从书上找到了镇魔咒，希望能帮你压制心魔，让你睡个好觉。大哥，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？你要过生辰了，我想……随意，别在这儿碍眼，影响我调息。最近修炼时总觉得识海不稳，心魔频频侵扰，这日子实在难熬。大哥天纵奇才，想必是累着了，多喝点安神汤便好。这不是垃圾，这是灵犀用心画的镇魔咒。我随口一句抱怨，他竟然……大哥，你醒醒吧！一个护身符能说明什么？叶灵犀都敢破坏血身，肯定也会私藏丹药。怎么会没有呢？够了，那些道听途说的话，你也能当成铁证？大哥，你居然为了叶灵犀对我动手，更何况偷丹药可是晴儿亲耳听到的。这间屋子灵气全无，子渊，换作是你，你会偷了价值连城的丹药，连个法医都不舍得花？会不会是晴儿听错了？说到底，是我们一直都没耐心去听灵犀的话，问问她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回
回府越狱，修为竟毫无寸进，还是这副上不得台面的鬼样子。我叶家的资源，难道是拿来养你这种不知长进的废物的？姐姐，你就别再惹父亲生气了，认个错就好了。父亲，我真的已经努力修炼了，只是没有资源。还敢撒谎！晴儿整日苦修，你却只知道在外厮混，简直丢尽了叶家的脸。今日便对你略作惩戒，就在这祠堂跪着，将叶氏家训抄写100遍。什么时候心静了，什么时候再起来。林夕，你以后要多向晴儿学学，别总是这么不争气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他身上没灵石，在外面过不了几天苦日子。等晴儿稳住了灵丹阁的事儿，我再让人把他寻回来。到时候给他安排个轻松的闲职，也算全了叶家的名声。走吧，晴儿，别怕，大哥就是一时魔怔了，咱们走。林夕小姐既然离开了，就千万别再回来了。林夕，当初叶家的人把你接走，我心里虽然舍不得，但也真心替你高兴，以为你总算能过上安稳日子了。谁能想到，前世我就是被所谓的亲情蒙了眼，满脑子都是怎么讨好他们，为了得到那一点虚伪的夸赞，没想到疏远了真正的朋友。青儿，以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总想着去捂热那些冷心冷肺的人，反倒冷落了你。说什么胡话！当初我冲击筑基期，差点走火入魔，若不是你拼着修为倒退给我护法，我早就死了。哈哈哈，灵犀小姐，苏小姐，这是店里刚出的招牌，快尝尝。多谢。灵犀小姐，您这是打老朽的脸啊！这顿饭老朽请了。灵犀，你忘了？3年前，黑风山那几头4阶黑岩虎冲破禁制袭击坊市，是你不顾性命，从虎口里把王叔的小儿子救出来的。是呀，多亏了灵犀小姐。那孩子虽然被妖气伤了神智，还有些迟钝，但好歹命保住了。这份恩情，老朽这辈子都还不清，几个菜钱算什么？原来真的有人会记得这些。灵犀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真舍得叶家大小姐那个头衔，自请出族，以后在这凌云城可就没家族大阵护着你了。那是枷锁，不是护身符。晴儿，我打算要自立门户。自立门户？灵犀，你疯了！凌云城最好的地段全在叶家手里，咱们可什么都没有呀。这是极品洗髓丹。叶家真是瞎了眼，竟然放走了你这样的一尊大神。灵犀，我混迹坊市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见到这种成色的洗髓丹，若是放出去，肯定会让那些大家族抢破头的。这只是第一步，我们要先靠这些丹药积累足够的资本，然后就可以尝试我之前跟你提过的灵网传送交易阵。对啊，只要你那个阵法能成，全修仙界的交易都能瞬间连通，到时候大家就再也不用看叶家的脸色去买那贵得离谱的传音符了。但现在还需要找一个地方。灵犀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苏家祖上曾阔绰过，在城郊留了一座落云峰的地契，灵脉枯竭成了死山，但那里位置隐秘，正适合做咱们的丹房和阵法试验场。好，落云峰就选在那里。灵犀，我敢打赌，咱们这门户不仅能立起来，还迟早能把叶家踩在脚下。磨蹭什么呢？今天太阳落山前，把这石框废渣里的残余灵性全给我提炼出来！叶管事，你这是赤裸裸的折辱！我们是阁里登记在册的高级丹修，不是后厨烧火的杂役。这种提炼废渣的脏活，凭什么让我们干？
阿元，少说2句。叶管事，这些杂活交给新来的学徒便好。我们手头上还有几个核心阵法需要维护，能不能？阵法？别做梦了！现在灵丹阁已经由秦小姐全权接手了。秦小姐说了，灵丹阁不养闲人。既然你们以前跟着叶灵犀学坏了规矩，那就从头开始。秦小姐根本不懂阵法平衡，她会毁了灵丹阁的。还敢诅咒主家？叶灵犀已经滚出灵丹阁了。你们要是也认不清现实，就趁早滚蛋，也不撒尿照照镜子。离了叶家，你们这些废物算什么东西？叶管事，不如说说他们到底哪里不好了？叶平，我本以为你只是趋炎附势，没想到你还如此糟践这些优秀的丹师。灵丹阁若有你这种人掌管，离覆灭也不远了。叶灵犀，你人都滚出去了，居然还敢在这装神弄鬼！叶平，老子忍你很久了，这灵丹阁老子不待了。没错，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，确实配不上丹师2字。疯了，都疯了！离了叶家，你们什么都不是。那也比在这儿被你使唤强。阿元，等等，这玉佩上还残留着灵犀姐的丹气，气息似乎指向落云峰，但那不是座荒山吗？只要有灵犀姐在，哪怕是荒山，也是咱们的生路。走。又是3道纹，灵犀，你这出刀率真是惊人。这只是开始，想要自立门户，这些还远远不够。怎么了，灵犀？没什么，算算时间，是时候要叶琴那个蠢货付出点代价了。秦小姐，你要给小人做主啊！清风和阿元造反了，他们毁了令牌，还把小人打成这样！废物，没看见我正在推演聚火凝元阵的核心咒文吗？可是叶灵犀，那个贱人在玉佩里留了神念勾引他们，清风和阿元都走了。走了就走了，一群吃里扒外的东西。等我完全掌握了这聚火凝元阵，叶家难道还招不到几个听话的狗？你要是再敢拿这些琐事烦我，就去刑堂领赏吧。秦小姐，不好了！聚火凝元阵突然出现灵力逆流，怎么回事？阵法怎么还没平息？秦小姐不行了，灵力逆流太快了，阵眼的能量已经完全失去了平衡。一群废物！我不是把阵法踏本给你们了吗？照着做都不会吗？图本是死的，可阵法是活的呀！能根据火候微调阵法的丹师只有清风和阿元师姐，我们根本看不懂阵法的律动。起开，让我来！聚灵归位，阵！这阵法怎么会排斥我？秦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这火要是真炸了，整个灵丹阁都要化为灰烬啊！你还有脸说？人是你赶走的，现在阵法出了问题，你必须给我解决！秦小姐饶命啊！小人只是个管事，不懂阵法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1天，我只给你1天时间，快点解决。1天时间，我去哪里找能修复这阵法的人？这阵法是叶灵犀一手构建的，除了他，没人知道阵眼的死穴在哪。阿元，等等，这玉佩上还残留着灵犀姐丹气，气息似乎指向落云峰，但那不是座荒山吗？对，落云峰。灵犀，
咱们现在的灵石已经堆成山了，材料也备得差不多了，是不是该动真格的了？万事必备，自然要开工。可灵丹阁在凌云城根深蒂固，咱们这么做，无异于从猛虎口中夺食。若是叶家反击、反扑，那也得他们有那个本事。我临走前给阿元他们留了玉佩，只要叶琴继续自以为是，叶家的根基就会从内部自己烂掉。灵犀姐，我就知道那玉佩里的气息感应不会错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灵犀姐，叶萍欺人太甚，灵丹阁那地方我们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，以后哪怕睡山洞，我们都跟着你。叶萍倒是帮了我个大忙，她赶走了你们，灵丹阁真的就只剩下一座空壳了。来，认识一下，这位是苏青儿，是我至交好友。久仰大名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，一个能跨越空间阻碍，连通整个修仙界的灵网。这构思，我闻所未闻。灵犀姐，这阵法一旦运转，修士买药再也不必去访视，你这是要彻底降维打击叶家的访视模式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叶家彻底从世家的宝座上跌落下来。叶灵犀，我还当你在外面有什么了不得的造化，看来是我高估你，离了叶家的供养，竟然沦落至此。叶管事，你是还没挨够打吗？叶灵犀，你该庆幸秦小姐心善，看你被逐出阁可怜，特意让本管事来给你一个重回灵丹阁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将功补过？这话说的，莫不是还得向他叶琴谢恩？谢恩就不必了，不过想回来，得答应2个条件。第一，1天内把聚火凝元阵修复。1天？那阵法已经被叶琴折腾的灵力逆流，1天时间根本不可能稳住。至于第二嘛，修复之后，你要当着全阁丹师的面跪下承认，是你不思进取、偷懒耍滑，这才被逐出阁。你这是要毁了灵犀姐的名声？哼，名声？一个野丫头，哪来的名声？只要你做了这2件事，叶家大发慈悲，还是能给你留个扫地的位置。有意思，叶萍，你当初赶我走时，不是口口声声说灵丹阁由叶琴全权负责吗？怎么，这才几天，叶家那位天纵奇才就玩不转了？放肆！楚家小姐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？你不过是个被扫地出门的废物。秦小姐那是千金之躯，岂能把时间浪费在修补破阵上？我看就是她自己没本事修罢了。叶灵犀，老子好心给你指条生路，你非要往死胡同里钻。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贱人，给你脸不要脸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叶灵犀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叶管事，聚火凝元阵失控了，有空在我这里逞威风，不如快去想想怎么跟叶琴交代。叶灵犀，你给我等着！丧家之犬，灵犀姐，你这一下太解气了。灵犀，叶萍她毕竟是叶家的人，这么一来，叶琴会善罢甘休吗？放心，叶琴现在自顾不暇，她若想保住自己在叶家的地位，就必须尽快稳住灵丹阁，就怕她没那个本事。父亲您放心，聚火凝元阵一切顺利，等忙完这阵儿，我就回去看您和母亲。秦小姐，你要为小人做主啊！那个叶灵犀，她……闭嘴！谁让你去招惹他的？我问你，阵法怎么样了？小人无能，1天之内修复，实在……废物！我不想听借口，我只要结果。
晴儿，你这是……大哥，我只是担心灵丹阁的阵法，一时心急才……先别急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姐姐留下的阵法出了岔子，眼看万宝仙会要开始了，大哥，你说我能不急吗？叶管事，灵犀她可曾回来过？大哥，你怎么还想着他？是他留下这个烂摊子，害我们焦头烂额。我还是放心不下，我要找他谈谈。去，把库房里那套备用的赤火阵内核给我取来，替换掉叶灵犀留下的阵心。秦小姐，万万不可啊！强行替换阵心，两种阵法灵力冲突，极易失控。我只要他能撑到万宝仙会结束。别废话，赶快去！是。叶灵犀，没有你，我一样能成功。母亲，您还盯着这破画做什么？我看他就是故意画出来博同情的。紫渊，别这么说，她毕竟是你妹妹。妹妹？我可没有这种废物妹妹。您看看晴儿，年纪轻轻就扛起了灵丹阁的重担。叶灵犀呢，每天不思进取，除了给家里添堵，还会干什么？好了，都少说两句。雪儿已经去找灵犀了，我也叮嘱过秦儿，若她回灵丹阁，立刻通知我们。这次不会再让她受委屈了。受委屈？我看她离了叶家，在外面吃不上饭，那才是真的受委屈。成了，灵犀姐，真的成了！太好了，这阵法灵力流转如行云流水，比预想中还要稳固得多。灵犀，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？这位是铁山，这位是凌云，都是我在坊市里闯荡多年、信得过的朋友。传送阵台，灵力波动竟如此稳定。不止，此阵的构架闻所未闻，内藏乾坤，绝非普通的传送阵那么简单。不知是哪位阵法宗师的手笔？这都是我们灵犀姐一手设计的。二位，我有一笔能改变整个修仙界格局的大生意，想跟你们合作。不知灵犀小姐所指的生意是？两位请看，我想要在凌云城布下一座灵网大阵，将城内所有商铺与散修节点串联。届时，无论是传讯还是交易，修士们再无需向叶家缴纳高额符钻税。灵犀小姐，这风险实在太高，一旦叶家察觉，咱们在凌云城恐怕连容身之地都没有了。是啊，这设想的确精妙，可要覆盖全城，这背后的灵力耗损与阵法维护，以咱们现在的家底，怕是杯水车薪。这一点二位大可放心，灵犀姐改良的极品洗髓丹在拍卖行供不应求，现在的资金足以支撑阵法初期铺设，而且一旦灵网铺开，修士遇险可即刻传讯救命，平时亦可足不出户进行交易，从此不再受叶家那垄断的传音符限制。到那时，整个修仙界的贸易格局都会更迭，叶家那点生意在灵犀的阵法面前，迟早会被彻底取代。好，既然灵犀小姐敢做这撼动叶家的买卖，我铁山就把这条命压在阵台上。铁山兄都如此，我凌云岂能退缩？这契约我签了。灵犀，你知道吗？刚才灵网阵台传回消息，昨日黑风谷有几位修士遇险，正是靠着咱们铺设的灵网发出求救，这才捡回了一条命。这证明我们的构想是对的，大家辛苦了。之后咱们还要继续努力，争取覆盖整个凌云城。灵犀姐，你怎么了？无碍，只是有些累了。肯定是噬魂钉的后遗症，
你情绪一旦波动太大，神魂就会不稳。快，咱们快去医修馆看看。走，我们去医修馆。灵犀，灵犀，你怎么脸色这么差？快，跟我回去找医修。让开！我和叶家早已恩断义绝，请叶大公子自重。灵犀，别再说气话了。过去是家里对不住你，我这次是特意来接你回家的。回家？真是荒谬！叶大公子莫不是忘了，我早就签了断亲书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敢动灵犀小姐一下，先过了我这关。这位道友，请你让开。灵犀是我叶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，我只是想带我亲妹妹回家，绝不会伤她分毫。大小姐，灵犀姐不是管家远亲吗？叶家真正的大小姐，怎么会在灵丹阁做杂役？管家远亲？原来你们叶家在外面就是这么介绍自己亲生骨肉的。当时晴儿需要在阁内立威，母亲只是怕贸然公开灵犀的身世，会让晴儿难以服众，受人非议，怕她无法立足，所以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妹妹被赶出灵丹阁。我在叶家受的罚，神魂中被钉入的噬魂钉，哪一样不是你们为了护着她亲手赏赐给我的恩典？叶大公子，你们的新片子都没编了，现在怎么突然装起好人了？是那个假千金又搞砸了什么？想把灵犀骗回去继续做垫脚石吧？不是的，灵犀，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只要你肯回家，以后叶家资源任你调取，大哥一定补偿你。补偿？我可不稀罕，也不缺那点资源。以后不要再来烦我，下次我可不会再这么客气。灵犀姐，别理他，走，我们快去医馆。也不知道灵犀现在怎么样。叶大公子，人没死，现在装这副情深意重的样子给谁看呢？对啊，你们叶家当时怎么对西姐的？她在灵丹阁替你们改良阵法，你们非但不感激，反而纵容叶萍将她扫地出门。现在需要她了，又在这里装模作样。就是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难道这就是你们叶家对待亲生骨肉的方式？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补偿灵犀的。叶大公子，收起你那副伪善的面孔吧。灵犀小姐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你们的假惺惺。住口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在这对我大哥指手画脚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一群不入流的散修和被赶出阁的丹师。叶灵犀果然只配和你们这种货色混在一起。你说什么？本来就是，叶灵犀她自己不思进取，还心思歹毒，被赶出家门是咎由自取。子渊，别说了。前辈，我妹妹她情况如何？这位姑娘的神魂不稳，且长期处于灵力极度匮乏和营养不良的状态，气血亏空至极。这般惨状，怕是遭到了不小的虐待呀。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你们弄错了。她可是叶家大小姐，我们叶家怎么可能虐待她？不就是罚了她几次吗？至于弄成这样？对，叶家的确没虐待我。灵犀姐，你终于醒了，别说话，先润润嗓子。叶小姐，你们是不是觉得只要没把我打死就不算虐待？灵犀，之前是我忽视你了，我以为底下人都安排妥当了。血森被毁，你们连查都不查就认定是我做的，亲手把噬魂钉插入我的神魂，造成我今天这个样子，这也是你们忽视了。那当时人赃并获，谁让你不解释清楚的？解释？我解释过多少次？你们有谁听过一句？在你们眼里，叶晴掉一滴眼泪都比我的命重要。灵犀，千错万错都是大哥的错，是我们眼盲心瞎。你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？托叶大公子的福，只是神魂激荡，死不了。不劳烦你们为我操心了。这是我今天看诊的费用，叶大公子刚才垫付的灵石我还清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互不相欠。灵犀，你别这样，跟大哥回家吧，我们一家人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灵犀，这件事是我们做错了，以后一定不会了。你少在这里装可怜，在叶家受罚，那都是你自作自受。你要是不去惹晴儿，父亲怎么会惩罚你？大哥，你打我！你给我闭嘴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灵犀，大哥向你保证，以后整个叶家都会补偿你。谁要是再敢欺负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
妹妹，这是你送大哥的，我随身带着。我知道你。看来你们终于是肯屈尊降贵，去我住过的那间破屋里看一眼了。灵犀，大哥看到了那颗流影石，我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抱怨，你竟然一直记在心里。大哥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不就是个不值钱的护身符，也就他那种出身能拿得出手。比起晴儿送你的那块极品温阳暖玉，这东西简直就是垃圾。垃圾！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镇魔符上的每一道纹路都是灵犀姐拿心头血画的。大概在叶小姐眼里，只有堆满灵石的奇珍异宝才叫宝贝，别人的命和真心确实不值钱。就算护身符你是真的为大哥着想，可那千年血身你怎么解释？当时你的玉佩就在旁边，铁证如山。第二小姐，如果你的脑子不是摆设，就该想想，我早说过了，我回叶家不过月余，连路都认不清，怎么能避开所有守卫，精准拿到血身并毁掉？别说了，是我们自以为是，是我们被蒙蔽了双眼。可那是晴儿亲眼看见的。亲眼？你们就那么相信他的话？是不是在你们心里，我天生卑贱歹毒，而他叶琴永远那么纯洁无瑕？灵犀，只要你回来，大哥保证一定会把所有真相查个水落石出。弥补，叶璇，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。不要！叶大公子，你最好这辈子都别再出现在灵犀面前，那是对他最大的慈悲。对不起，妹妹，是大哥对不起你。璇儿，怎么样？你找到灵犀了吗？大哥，你脸色这么差，是不是姐姐又说难听话气你了？你也别怪她，姐姐在外面受了苦，有怨气是正常的。混账！璇儿去接他，也是给了他天大的脸面，他竟然还敢拿桥，真当离了叶家，他那点微末修为能活得下去？脸面，父亲，您究竟是要希儿回来，还是怕叶家苛待妻女的丑闻传遍凌云城？我这是为了他的前途着想。身为叶家人，流落在外像什么样子？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父亲？父亲当然要为了叶家的名声着想。再说了，当初是他自己签下断亲书离开的，现在我们都请他回来了，还摆架子给谁看？那以前呢？他还在家的时候，您可曾正眼瞧过他一次？父亲，我刚刚从后山寻到了温养经脉的。住口！今日是什么日子？你这副鬼样子冲撞了大典的喜气，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看我叶家的笑话吗？不是的，我是看晴儿妹妹最近灵力不稳，还在狡辩，简直是触家族眉头！滚去祠堂跪着反省！父亲，咱们快走吧，时辰快到了。那时候，谁听过他的辩解？我那是为了教他规矩。规矩？希儿受伤是触眉头，那秦儿犯错的时候呢？吓坏了吧？璇儿，快带你妹妹去洗漱。那怎么能一样？晴儿是无心之失，叶灵犀她分明就是故意的，她就是存心要让父亲在大典上难堪。够了，秦儿出错是要好生安慰，希儿费心采药却成了居心叵测。这些年我们这个家可曾给过希儿半分公平和温暖？璇儿，你父亲他也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。母亲，那我问你，你还记得灵犀的生辰是哪一天吗？我忘了。大哥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叶灵犀刚回来，母亲只是这次忘记了而已，你至于这样逼问她吗？我只是想知道，母亲真的只是忘了吗？还是根本就没放在心上？
姐姐，你怎么还跪着呀？快起来吧，夜深路重，你会生病的。我没有弄坏你的礼物，我只是想帮你擦掉上面的灰尘。晴儿，跟这种心思歹毒的人有什么好说的？快进屋，这长寿面都快凉了。母亲，今天是我生辰，您就饶了姐姐这一次吧。她跪了这么久，也该知道错了。哼，知道错？我看她就是嫉妒你，故意在你生辰这天给你添堵，想毁了大家的好心情。让她继续跪着，不跪满3个时辰，不许起来。可母亲今天也是我的生辰呀。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？大哥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晴儿，我再问你一次，千年血参，当真是灵犀毁掉的吗？我当时……大哥，你是不是魔怔了？为了那个已和叶家断亲的人，你非要把晴儿逼死才甘心吗？这件事早就有定论了，你现在在这儿盘问晴儿算什么？晴儿，我在问你，那株血参，当真是灵犀毁的吗？看着我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记不清了。够了，玄儿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没看晴儿都被你吓成什么样了？就算她记错了，那也不过是一株灵药，最多是个误会，你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吗？不过是一株灵药，当初就因为这株灵药，父亲亲自动用噬魂钉。那时候没见你们有一丝心疼，更没见谁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好话。灵犀受了那么重的刑罚，我们谁也没有猜测那可能只是个误会。怎么现在换作晴儿受一点质问，你们就这么着急？那能一样吗？晴儿是从小长在咱们身边的，资源不断，那些灵药放在她手里只是多余的。只有叶灵犀那种从乡下回来的野丫头，才贪得无厌，什么都想占。贪得无厌？那为什么灵犀一颗丹药都未领过，而晴儿却用着家族最好的？如果她真的贪婪，证据……那他不还偷拿了丹药变卖？账房记录早就查得一清二楚，他的用度是0，我们甚至还去他房间查看过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不是吗？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灵犀的事情到此为止，以后谁也不准再提。父亲，您还是没明白，您以为断亲书真的就只断了亲缘吗？我们断掉的是他对这个家最后的期盼，也是我们身为家人的良知。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些做家人的错，我们总是站在高处指责灵犀不思进取，骂他是废物。可扪心自问，叶家当真给过他半分像样的修炼资源吗？母亲，这都是我的错，若不是我霸占了家里的灵晶与丹药，姐姐她也不会。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？这怎么能是你的错呢？大哥，你别说了，不管怎样，晴儿她都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大哥，你忘了吗？儿子，我儿子还在仙山楼里，还能撑住吗？那就好，这里很安全，切记不要出来，我就先走了。大哥，姐姐，你们没事吧？晴儿，是你救了我们吗？是我，姐姐，你刚才太危险了，还好我及时赶到，不然如果没有晴儿，那年咱们早就死在兽群里了。你现在居然怀疑她？姐姐，我们是家人，我救你们是理所当然的。
对不起贤儿，我不是在指责你，我只是想了解真相，希望大家能放下对灵犀的偏见，那也是我们的妹妹啊。怎么回事？这时候怎么会有紧急消息？秦小姐，不好了，坊市那边的客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大规模流失了。你说什么？坊市怎么会出事？快看，这极品淬体液比叶家坊市便宜了30%。更绝的是，只要在这灵网落下一缕神石，无需跋山涉水，货物便能通过传送阵法直接触达。不仅如此，我刚才已经用灵网传讯给远在西境的兄弟，以后互通有无，再不用去买叶家那些天价的传音符了。这东西竟有如此魔力！走，回府向父亲禀报，此事不可轻视。家主，小人调查过了，我们坊市客源流失都是因为这灵网，它将全城修士串联在一起，交易买卖根本不必再经过咱们的坊市抽成。什么狗屁灵网，竟敢在凌云城内拆我的台！叶平，给我带人去把那据点连根拔起。家主，拆不了啊！那阵法节点不但有大量散救护者，还会反噬，咱们的人刚一靠近，就会被那阵法触发出的灵力反弹给震伤。大哥，你看这符文流转的轨迹，如此浑然天成，绝非一般散修能够铸造的绝妙手段。这灵网不过是仗着新鲜劲儿才招揽了些人气，等过了风头，能有多大气候？可是刚才探子汇报，修仙界第一商会通宝阁的王长老也很看好这个灵网，说是要将其推向全修仙界。通宝阁的王长老，他可是我叶家坊市重要的客源，竟然要下注在这个阵法上。如果连通宝阁都参与了，那这不仅是生意，这是要彻底把叶家挤出凌云城的贸易中心。这种将空间传送与信息交互完美结合的技术，到底是谁开发的？这世上能让王长老如此看重的阵法，绝非等闲之辈。这背后的人一定对叶家的运作了如指掌。查！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！长老，这就是我和灵犀所说的灵网，您看这构想如何？奇思妙想，确实精妙，能让信息瞬息跨越千里。老夫在这凌云城修行10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大胆的设计。不过，灵犀丫头，这修仙界向来信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若是万里之遥不见面交易，信任感从何而来？若对方收了货不给灵石，这买卖岂不是成了空谈？长老，如果我们将实物灵石统一存入我们设立的钱庄托管，再将其等价兑换成独一无二的灵石印记呢？交易时，印记即刻锁定，若对方失信，印记施加惩罚。如此一来，信任便有了保障。长老，您看，我们在阵眼中融入了追踪锁息符，一旦违约，这印记就会直接锁死他的神识气息，以后谁还敢赖账？对对对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改良了防伪阵纹，这灵石印记绝对做不了假，比叶家坊市里那些需要验来验去的现钱稳当多了。以印记带灵石，以阵法为担保，好一个商贸规则的重塑！你这一招，等于是把叶家那套传统的坊市规矩彻底撕碎了。长老请看，现在演示一次。只需在这屏上一点，即便相隔万里，交易也能在瞬间完成。好一个灵石印记，好一个灵网！我通宝阁院全额注资，灵犀丫头。这不仅仅是生意，这是要彻底改写凌云城的商业版图啊！长老，合作愉快。诸位老友，我通宝阁已经全额注资，这灵网的潜力
们也看到了，今日能分得一杯羹，全看灵犀丫头给不给这面子了。灵犀小姐，我万药斋愿出2万极品灵石入股，我神兵阁出3万。清风，咱们这回是真的翻身了。跟着灵犀姐，咱们总算不用再受叶家那帮人的窝囊气了。诸位前辈的好意，灵犀心领了。星网初建，正需要各位鼎力相助。这修仙界的商道，以后就由我们共同来执掌。2成，短短3天，坊市的收益竟然跌到了不足往日的2成。再这么下去，叶家连护族大阵的灵石都填不上了。父亲，都是琴儿无能，没能守住灵丹阁的生意。琴儿，这怎么能怪你？那什么灵网来势汹汹，连你父亲都束手无策，你一个孩子能有什么办法？就是啊，琴儿，你别什么错都往自己身上揽，要怪就怪那个在背后搞鬼的阴险小人。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责任，而是弄清楚那灵网背后到底是谁。家主，查到了，小人查到那灵网的幕后之人了。是谁？是叶灵犀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叶灵犀，他那个废物不还神魂不稳，气血亏空，他拿什么去建那个灵网？子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灵犀他的身体怎么了？我那天在回春堂听一休说的。他竟然伤得那么重，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灵犀居然能做出灵网，看来必须把他接回叶家了。灵犀小姐，这是店里的招牌菜，今儿个各位敞开了吃，全算老朽的。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，这是星网第一笔分红，大家拿去买些防身法器和丹药。我的天，这抵得上我在灵道阁干10年的俸钱了。灵犀姐，你这出手也太阔绰了，以后上刀山下火海，清风绝无二话。灵犀小姐爽快，这笔钱够我那帮兄弟换一套玄铁重甲了。灵犀，你看咱们的灵网现在越做越大，连同宝阁都入局了，总不能一直没个正经名号吧？是时候取个响亮的名字了。这段时间一点点汇聚成网，既然星火可以燎原，未来也必将波澜壮阔。从今往后，咱们就叫做星兰阁。敬星兰阁！叶家主不请自来，还强闯雅间，这就是你们凌云叶家的教养吗？叶灵犀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父亲母亲亲自来找你，你居然还坐着摆谱！灵犀，你受苦了。母亲听说你神魂不稳，特意带了护心丹来。叶夫人，您似乎忘了，我已经签了断亲书，与你们叶家早已没有半分瓜葛了，不必白费心思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自从你走后，母亲整天都以泪洗面，就算你生我的气，也不该拿父亲母亲出气啊。叶灵犀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你在外面胡闹，弄什么灵网，把家族的生意都搅乱了，父亲也没有怪你。灵犀，跟我们回家吧。星网虽然不错，但你一个人在外面终究势单力薄，回到叶家有家族做你的后盾，总好过你独自一人支撑。没错，既然有了这等建树，之前的顽劣我便不再追究，这就收拾收拾，跟我们回叶家。你的星网家族会替你打理的。孽障，你笑什么？我笑叶家主真是好大的一张脸。我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星兰阁，你上嘴唇碰下嘴唇，轻飘飘一句替我打理就想夺走我的成果，你们叶家的人是不是都把无耻当成了传家宝？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百年世家，强取豪夺别人的心血，还说的这般冠冕堂皇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放肆！叶灵犀她身上流着叶家的血，成就自然也是家族的荣耀。我叶家底蕴深厚，由家族来接管星网，才能让它发扬光大。父亲，您别这样，星网是灵犀自己打拼出来的，我们不能。行了，这样吧，只要你肯回来，星网的管理者，你可以和秦儿公平竞争，能者归之。父亲，这怎么行？姐姐若是介意，这星网还是交给姐姐打理吧，晴儿绝对不争，只要姐姐肯回家就好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谈竞争？我星兰阁的一块砖，你都没资格碰！
姐姐，我叶灵犀，你别不知好歹！不管是琴棋书画还是修炼天赋，你连晴儿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父亲让你和晴儿竞争，已经是给你天大的恩赐了。二小姐，你说话也太亏心了吧？你们口口声声说秦小姐天赋好，那灵网怎么不是她先创办出来的？就是，真有本事也别舔着脸来抢我们灵犀姐的心血啊！那是意外，阵法那种枯燥的东西，晴儿才不稀罕学。是吗？可就是阵法这么枯燥的东西，正在冲击你们叶家引以为傲的百年坊式。你们今天如此兴师动众地跑来找我，不就是因为叶家坊式门可罗雀，快要揭不开锅了吗？叶家的日子不好过吧？孽障，你说什么？姐姐，你真的误会父亲了，父亲也是为了你好啊。既然姐姐这么不喜欢我，那星兰阁的生意，我半点都不会碰的。叶灵犀，你还有没有心？晴儿都已经退让到这个地步了，你非要逼死她才高兴吗？退让？鸠占鹊巢也配叫退让？在灵丹阁的时候，你就背地里让叶萍把我赶出去，抢了聚火凝元阵的功劳，现在又想来这套。灵犀，你说什么？晴儿怎么会做那种事？怎么不会？在灵丹阁，灵犀姐为了那些阵法熬了多少个日夜，结果呢？阵法刚成，叶萍就把灵犀姐赶了出去，还要让我们这些丹修给她当杂役。没错，那叶萍亲口说的，灵丹阁归秦小姐管。阿元、清风，你们说的可有半句虚言？大公子，我们在灵丹阁待了5年，若有半句假话，叫我神魂俱灭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是叶萍她自己会错意，我从未下过那种手令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血口喷人？大哥，他们都是叶灵犀的人，自然帮着他说话，肯定是叶灵犀嫉妒晴儿，故意买通他们来污蔑晴儿。不用跟他们争了，毕竟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在他们眼里，叶琴就是完美无瑕的，而我连呼吸都是错的。我叶灵犀命贱，高攀不起你们叶家这棵大树。现在立刻滚出去！逆女，你以为有了这几个不入流的散修撑腰，就能骑到老子头上来了？我叶家生你养你，这就是你的报答！灵犀，你父亲说话是重了些，可血浓于水啊！在这凌云城，每个家族依靠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活？哪怕你再怨，家里总归能给你几分庇护。庇护？叶夫人，你这话说的可真可笑啊！小姐，快吃，千万别让夫人看见。我被罚跪在祠堂的时候，你在陪叶琴挑选锦缎，这就是你口中的庇护。是你自己命贱，现在不知道靠着什么手段弄个灵网，真觉得自己能翻天了。好，你有骨气，但你记住了，这凌云城姓叶，你的星兰阁在叶家面前，不过是随手可灭的蝼蚁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离了叶家的庇护，你这灵网能撑到几时？我们走。什么东西？有求于人的时候施恩，求不到就开始威胁。灵犀姐，这种家人早断早好。可灵犀姐，叶天红说的也没错，叶家毕竟掌控着凌云城大半的丹药源头和地脉，要是他们真的一心打压……是啊，若是他们动用城防卫强封咱们的据点，这生意怕是难做了。灵犀，要不要我联系王长老，让他出面压一压叶家？不必。他们若不报复，我怎么找理由将他们彻底击垮？逆女，简直是反了天了！当着那么多外人的面，竟然一点脸面都不给叶家留。天红，你说我们以前是不是真的太亏欠灵犀了？她现在才会……母亲，您别太自责了，是姐姐她自己心气太高。就是，他要是真想回家，早就求饶了。我看他就是想仗着那个劳什子阵法逼咱们去求他。父亲，只要那个灵网还在，
姐姐恐怕永远都不会明白家族的苦心。要是她没了那个依仗，吃到了苦头，自然就知道我家里才是最好的避风港。哼哼，秦儿说的对，他现在傲气，无非是觉得自己有了王长老的投资，能撼动叶家的根基。半个月后便是万宝仙会，全修仙界的大能和商贾都会齐聚凌云城，那将是我们叶家翻身的机会。父亲，您想做什么？秦儿，灵丹阁那个大阵，你掌握的如何了？请父亲放心，晴儿已参透大半，只要有足够的灵石支撑，晴儿定能在仙会上催动大阵，炼制出绝世极品仙丹。好，到那时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谁才是商道的正统。只要咱们的弹药一出，王长老自然会回来求着跟咱们合作。至于灵犀那个小打小闹的灵网，我要让他在仙会上彻底现出原形。父亲说的对，非得掐断他的依仗，他才懂得什么叫规矩。父亲，灵犀毕竟是您的亲生骨肉，这样赶尽杀绝。住口！优柔寡断难成大事。他既然想跟叶家对弈，就得承担输掉的代价。这一次，我要让那个逆女一无所有，让她跪在叶家的祠堂里，哭着向我忏悔。灵犀姐，咱们这次是真发大财了。别看这些表面排场，仙会那天才是硬仗。记住，仙会的重点是我们的灵网。灵犀姐放心，有了新的丹方和极品地火脉，承丹率提了至少30%，保证供得上阵法的消耗。凌云、铁山，你们带人秘密巡视全城的星网据点，绝不允许叶家有任何破坏的机会。阁主放心。灵犀，通宝阁那边已经把咱们的位置定在了仙会正中央，这回要彻底跟叶家对垒了。上一世我失去的，这一次我要连本带利讨回来。秦小姐，那个阵眼太邪门了，我们尝试了替换内核，结果阵纹反噬，当场炸毁了3个辅阵，现在灵气根本聚拢不起来。仙会马上就到了，你告诉我阵法废了，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哪怕强行勾连灵力，都得让他在仙会上给我运转起来。可是秦小姐，强行勾连基因炸炉啊！要是在万宝仙会上出了岔子，咱们叶家的脸面……你跟我提脸面，解决不了阵法，我就把你填进地火炉里祭阵。你想死，还是滚去把阵法给我弄好？是，小人这就去。叶管事，秦小姐在吗？上房那边出了急事，所有的极品灵石调度都需要她签字。秦小姐正在气头上，你想这会儿进去触眉头？灵石调度，核心罩房，算了，把玉简给我吧，等她气消了，我帮你呈上去。多谢管事，那就有劳您了。叶琴，既然你不拿我当人看，那就别怪我给自己找条后路了。成了，灵犀姐，这阵法的稳定性简直比灵丹阁那座还要强2倍。不仅如此，通宝阁已经提前支付了30%的定金，叶家那帮人这回恐怕要气得吐血。不急，等到了万宝仙会，所有的恩怨自会有个了结。灵犀姐，这就是万宝仙会，可真够气派的呀！沉住气，好戏在后头，别露出怯色。哎呀，这不是姐姐吗？这里可是万宝仙会，你怎么也混进来了？我们怎么进来的不劳费心，倒是某些人鸠占鹊巢，拿着别人的心血当成自己的东西到处显摆，也不嫌害臊。就是自己几斤几两没点数吗？偷来的阵法能用得顺手吗？别到时候在仙会上炸了炉，把叶家的脸都丢光了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接手了灵丹阁，你们心里不服气。可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聚火凝元阵。至于姐姐那个什么灵网，在叶家的灵丹阁面前，终究是小打小闹罢了。少在我面前演戏，没了我，
你那阵法不过是强行拼凑的烂摊子，你若敢强行催动，必遭反噬失控，到时候叶家的脸才是真要被你丢尽了。姐姐，我只是想求你不要再针对叶家了。灵网的事，家里都可以不计较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叶灵犀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竟敢在仙会上当众动手！叶二小姐，哪只眼睛看到我们灵犀姐动手了？是她自己引爆符箓碰瓷的。就是，叶家的二小姐眼睛要是瞎了，就趁早去回春堂治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二姐，别怪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站得太近，惹姐姐生厌，才会。听到没有？晴儿到现在还在为你开脱。叶灵犀，你还不给我跪下来认错！灵犀，就算你生家里的气，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晴儿下如此毒手啊！毒手？你们是不是对这2个字有什么误解？你要干什么？既然你们非要说刚才那是毒手，那我也不能让你们白担了名头。看清楚了吗？这才是我下的手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子渊，住手！叶晴，偷来的东西终究是偷来的。强行运转聚火阵，你就等着大祸临头吧！孽障，你放肆！大庭广众之下，你竟敢当众欺辱你妹妹，还打伤你二姐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叶家的家规？我早说过，我跟叶家再无瓜葛，少拿你们家那套规矩来恶心我。我们走，别让无关紧要的人坏了咱们的兴致。哎呦，好大一股绿茶味儿，真是熏死人了。好，好得很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孽障能狂到什么时候。晴儿，你没事吧？那个恶毒的女人，我迟早要撕了她的脸。叶灵犀，你敢如此羞辱我，等上了展台，我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！哎呀，灵犀丫头，老夫可算把你盼来了。那不是通宝阁的王长老吗？那女修是谁？竟能让他亲自上前迎接？不知道啊，看着面生，莫非是中州来的大人物？他一个被叶家扫地出门的丧家犬，凭什么能得到通宝阁的青睐？王长老安好，小女是凌云叶家的叶琴，早就听闻您的大名，今日终于有幸得见。哦，原来是叶家那个接手了灵妖阁的小丫头啊，幸会了。灵犀丫头，咱们去那边坐，别让些闲杂人等扫了咱们的兴致。哼，随他去，等稍会阵法一出，王长老自然知道谁才是真正值得合作的人。诸位同道，今日我叶家将为大家展示最新研制的聚火凝元阵，此阵由我亲自推演完成，它能将地火的纯度强行提升3成，普通丹药的成丹率足以翻倍。好强的火候，好大的声势，不愧是100年叶家呀！这叶琴小姐年纪轻轻，
竟然能布下如此玄妙的阵法，真是天纵奇才啊！听到了吗，叶灵犀？这就是我叶家的底蕴，这就是属于我叶琴的荣耀。灵犀姐，那火鸟虚影看着花里胡哨的，可我怎么感觉炉底的灵力流动全是乱的，像是在横冲直撞？虚有其表，回光返照罢了。强行压榨地火，朕心早就撑不住了。灵犀姐姐，你坐在下面看了这么久，一言不发，不知有何指教啊？拿着偷来的东西乱赶一通，还敢跑来正主面前显摆，叶家大小姐这脸皮可真厚。姐姐，七儿姐姐怎么能这么说？这明明是我自己日夜推演出来的。若姐姐觉得不服气，大可指点一二啊。指点？你还不配，连抄都抄不明白。阵眼虚浮，灵力逆流，强行将水火相克的阵纹缝合在一起，简直是个笑话。你胡说！你分明就是嫉妒我做出了绝世阵法，就想在这里诋毁我。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叶灵犀，有本事你也拿出比这更强的阵法来啊！光凭一张嘴算什么本事？既然你们叶家上赶着丢人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哼！孽障！你想干什么？竟敢乱动叶家的阵顶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来！灵犀丫头是我通宝阁的贵客，我看谁敢动！第一出死穴，坎位灵线与离位火眼强行交汇，水火不容，导致火气根本无法平稳输出。第二出，巽位风口被强行堵死，火借风势，风口一闭，炉内灵压无处发泄，只能向内倒灌。第三出死穴，阵心根本没有起到调节作用，完全是靠着填放极品灵石在死撑。此阵若是炼制低阶丹药，尚可掩人耳目；一旦高负荷运算炼制高阶丹药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必定灵力逆流，炸炉反噬。胡说八道！你个不能修炼的废物，懂什么阵法？真正的阵法，不是用来装腔作势、草菅人命的。此乃星蓝印记，诸位只需在此阵中烙下一缕神石，无论身在何处，皆可瞬间传送想要的物品和话语。这是瞬间传送。不仅如此，有了印记担保，交易便有了星蓝阁背书，再无拖欠和壁垒。好，这才是老夫想要的修仙商道。今日老夫在此定盟，通宝阁所属的所有货源、药田、拍卖场，即刻起全部接入星网。老夫将倾尽全阁之力扶持星蓝阁。快跑！真被那丫头说中了，这炉子要炸！亏咱们刚才还捧叶家的场，真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不是这样的，肯定是叶灵犀动了手脚。闭嘴！还不快走！还留在这儿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父亲，你听我解释。玄儿，那是咱们家的灵犀吗？他明明就在那儿，可我怎么觉得他离我好远好远？母亲，是我们错了，先走吧。王长老，
关于下一阶段据点的选址，我们继续。痛快！今天看着叶家那帮人灰溜溜离场的样子，真是解气。是啊，经此一役，咱们星兰阁的名头算是彻底压过了灵丹阁。咱们星兰阁这回名震凌云城，以后我看谁还敢在背后嚼舌根。这不过是利息，叶家欠我的，我会让他们一点点吐出来。灵犀，哟，这不是叶家大公子吗？万宝仙会刚散场，您这又是唱的哪出啊？叶大公子有何贵干？叶灵犀，你就算现在有了点本事，也还是叶家的人，你怎么跟大哥说话呢？紫渊，住口！希儿，跟大哥回家吧，以前是我们的错，以后星兰阁的事家里绝不干涉，全由你做主，给大哥一个补偿的机会，好吗？补偿？叶大公子，有些东西碎了便是碎了，沾不上的。趁我还没发火，出去！你别给脸不要脸！离了叶家，你这些歪门邪道的阵法迟早会被人抢走！滚出去！谁准你们进我仙扇楼的？老东西，你疯了吗？看清楚，我们可是凌云叶家的大公子和二小姐。叶家，老子说的就是你们叶家。5年前，黑风谷4阶黑岩虎暴乱，是灵犀小姐顶着妖气把我儿子救了出来。你们对灵犀小姐不好，仙扇楼就不欢迎你们。你说什么？咦，灵犀，这不是几年前我送给你的生辰礼吗？这铃铛是叶灵犀的，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这铃铛分明是晴儿的，是他5年前在兽巢里救下我们时留下的信物。叶子渊，动动你那高贵的脑子想想，这铃铛的用料是最次等的青纹玉，叶琪那种千金小姐会带这种不值钱的破烂？不可能，晴儿亲口说是他救的我们，他怎么会骗我？是我的，但既然被你这种人碰过，就扔了吧，我嫌脏。扔，必须扔！他们叶家这种连救命恩人都能糟践的畜生，根本不配拿着这枚铃铛。所以，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把真正的救命恩人弃如敝屣，却把那个满嘴谎言、鸠占鹊巢的骗子捧成了掌上明珠。希儿，是我们该死，你打我们、骂我们都行，只要你解气，以后我们一定倾尽所有补偿你的。补偿？叶大公子打算怎么补偿？是补偿我被你们罚跪祠堂磨破的双膝，还是补偿我为了你们挨过的毒打？你们叶家的大公子和大小姐，当初把灵犀小姐逼出家门的时候，不是挺威风的吗？现在又在这里装什么神情？王叔，我这儿有疯狗乱吠，坏了大家喝酒的兴致，烦请清场。听见没？灵犀小姐让你们滚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哥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废物！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！我叶家的脸面今天全让你丢尽了，现在凌云城都在看我们的笑话。天红，你别再骂晴儿了，他也没料到阵法会出问题。到现在你还护着他，要不是你平日里一味纵容，他何至于在仙会上给我捅出这么大的窟窿？父亲，都是女儿的错，女儿不该急于求成。父亲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把阵法修复好的。家主，不好了，灵丹阁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那破炉子不是已经裂了吗？家主，我们想强行关贴阵法，可那阵法底层纹路突然逆转，开始疯狂倒吸地脉灵力。现在的灵丹阁已经成了火海，温度高的能融化精铁。地火脉被点燃了，那可是我们叶家所有丹药产业的根基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
快去传阁里所有的丹师，让他们去压制火脉。家主，那阵法是一个叫叶灵犀的丹修搭建的，但他已经被逐出阁了。灵犀，怎么可能？而且，品管是把所有丹修都逼走了。说，青云拍卖会上的凝元丹到底是谁炼的？是不是你们偷了阁里的药材，私下勾结外人？我们日夜守着炉子，没合过眼，你凭什么血口喷人？凭我是管事，一群没用的废物，连个丹方都守不住。叶家养你们不如养几条狗。既然在你眼里我们连狗都不如，这差事老子不干了！兄弟们，走！家主，小人日前在青云拍卖会偶然见到了一颗纯度极高的凝元丹，其炼制手法竟与叶家……这种琐事你自己去查。原来是我亲手掐断了叶家的活路，把能救命的人都赶走了。家主，不好了！又出什么事了？叶平那个畜生，他趁着灵丹阁大乱，把账房里所有的灵石储备全都卷跑了。不会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大公子，二小姐，你们这是？子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放开你妹妹！放开你妹妹！妹妹，母亲，你到底还要被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骗到什么时候？她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而且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我问你，这个铃铛真的是你的吗？当然了，而且这是我在万宝阁买的呀。还敢撒谎！这玉铃铛分明是最次等的青文玉，你怎么会买？叶琴，你为什么要骗我说5年前救了我和大哥的人是你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骗你们，救你们的就是我。无论是叶灵犀，肯定是他激动了，他故意编排这些来离间我们的感情，你们别信他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毁了灵药，证据在何处？就凭这个玉佩，还是叶琴的几句话？七爷，你们就那么相信他的话？是不是在你们心里，我天生卑贱歹毒，而他叶琴永远那么纯洁无瑕？难道一直以来真的都是叶琴在自导自演？那雪深，大哥，你要去哪儿？大哥，你怎么走路没声啊？吓死晴儿了！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不要看那个暗格，求求你不要，那里什么都没有。原来他是完好的，他居然一直是完好的。
叶琴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的灵犀，我居然为了一个骗子，亲手将他逼走！母亲，叶琴，你算准了我们的偏心，算准了我们会为了你变成刺向灵犀的刀。断亲书，灵犀写下那封断亲书时，心里该是有多失望，才会那样决然。够了，别在这装什么情深意重，看着就让人作呕。没错，血身枯萎是我做的假象，他根本没有被毁。救命之恩也是我偷的，可那又怎么样？当初我说什么你们信什么，甚至连查都不愿去查，不就是因为你们根本不在乎叶灵犀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我为什么要闭嘴？大哥，你还记得当初灵犀跪在药园求你听他解释时，你是怎么做的吗？李管家，传令下去，禁止叶灵犀踏入药园半步，违者家法处置。还有你，二姐，一直以来不都是你口口声声嘲讽叶灵犀是废物，说她连我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的吗？别说了，最虚伪的就是你，我的好父亲。你身为家主，难道真的一点破绽都看不出？不，只是你根本不在乎叶家的亲生女儿是谁，你只是需要一个更有天赋的女儿来维持叶家的门面。叶灵犀辩解血身不是自己毁的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是亲手给她订入了圣婚殿。你们叶家都是一丘之貉。孽障，你给我住口！父亲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这样！您别忘了，叶灵犀她恨你们，她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就还让我当你们的女儿好不好？我就留在府里，我们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。叶家绝不可能留下你这种蛇蝎心肠的祸害。自今日起，将叶琴逐出叶氏族谱，从此生死由天，与我叶家再无瓜葛。家主，这个月的账目出来了，咱们剩下的3个坊市客源已经不到1成了。那灵丹阁的废墟，地火脉还没熄灭吗？灵犀那边有消息吗？回家主，这是送去的第10封信，还是被原封不动的退回来了，连封泥都没拆过。灵犀他大概一眼都不愿多看咱们叶家的东西。灵犀小姐，不，叶阁主，小人叶平特来投奔。这不是威风八面的平管事吗？怎么混成这副鬼样子？叶阁主，这些都是小人从叶家账房带出来的极品灵石，只要阁主能收留小人，小人愿把这些全部献给星南阁。叶平，你觉得我这里缺这几块灵石，还是你觉得我会用这种被主之人的赃物？阁主，小人也是看叶家没希望了，才想着良禽择木而栖。阁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是带钱来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背信弃义，卷款潜逃。我星兰阁不需要这种卖主求荣的畜生。传讯执法堂，按凌云城律法送去矿山服刑100年，生死不论。是。呸！这种人也配在咱们这儿扎根？灵犀姐，叶子渊在山门外已经等了3天3夜了，外面雨下的极大，听说柳夫人也在那儿，人都快烧糊涂了。灵犀，要不要我让人把他们赶走，省得看了心烦？不必，一直躲着也不是办法。这笔债，该去做个了结了。灵犀，二姐知错了，二姐真的知
知道错了，求你见见我们吧。林夕，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们了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这个家的，对不对？别靠太近，泥水会弄脏我的鞋。林夕，我的希儿，你看看娘啊，娘这次真的清醒了。灵犀，血身的事我们都查清楚了，叶琴那个毒妇也被父亲废除修为，逐出家门了。我们不敢奢求你立刻原谅，只求你给我们一个当面认错的机会。灵犀，你看，这是叶家的家主令，为父老了眼瞎心盲，只要你肯回家，我这尊位现在就传给你。凌云城第一世家，叶家主，你是不是还没看清楚现实？灵丹阁炸成了废墟，坊市被星网彻底取代，现在的叶家不过是个负债累累、名誉扫地的烂摊子。你觉得这种垃圾我会稀罕？希儿，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哪怕叶家没了，咱们还是一家人啊！跟娘回家吧，娘以后一定加倍补偿你。补偿？叶夫人，有些东西是补偿不了的。那一丁一丁打入神魂的痛，你们忘了，我没忘。当初你们亲手把这东西打进我的神魂，今天换做你们自己，敢下这个手吗？怎么，犹豫了？这就是你们口中所谓的想要补偿我。既然你们自己下不去手，那我来帮你们。灵犀，二姐错了，求你拔出来，好痛！灵犀，对不起，我们真的错了，对不起。当初在叶家，这钉子穿透我神魂时，我也是这般痛得连腰都直不起来。现在这撕心裂肺的痛，你们总算切身懂了。既然痛也痛过了，跪也跪过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便两清了。两清？我们连最后的一点牵连都没了。阁主，灵犀，新网上的新一批7品灵丹刚挂上去半炷香，又被各大宗门抢空了。天剑中的长老还带着10条极品灵脉做定金，想求你亲自开炉炼一炉9转还魂丹。告诉他们，星兰阁的规矩，按号排队，不接受插队。对了，灵犀，听山下采买的弟子回来报信，说城外的破庙里多了几个疯乞丐，好像是当年叶家的那几个人。听说他们每天就在泥水里打滚，不停喊痛。是吗？那么久远的人，我记不清了。去核对一下咱们下个月的丹药清单吧。是，阁主。